欣赏就是喜欢的开始。唐君业鼓励着小儿子，你对他好，做好吃的给他吃，先把他的胃养熟，慢慢的他就离不开你，你不就追妻成功了？也不知道你奶奶怎么会给你挑一个那么嘴刁的女孩子，感觉你奶奶给你们几个挑的妻子人选都是吃货吧？可能是他老人家就是个吃货，精吃，所以给你们挑的都是精吃的人儿。唐君业颇为无奈地道，海童、云初、乔涵这几个都是精吃的。老四的，因为他放弃了老太太挑的人选，目前还不知道他喜欢的女孩子会不会是吃货。要是兄弟9个娶的老婆都是吃货，逢年过节聚在一起，那就是美食的天下。唐君业仅是想想几个吃货聚在一起的画面，都忍不住笑。吃货爱吃也会做好吃的，就是宁云初以前因为看不见，不会烧菜做饭，现在能看见了。老二也舍不得让他下厨，他就只管吃了。战远笑道，吃货没什么不好的，像欧阳雅，她要不是嘴巴太挑，我也无法进步。妈，我给她烧的菜，刚开始每天的菜式她都能给我挑出问题来，建议我改正，就连我煮的饭她都能挑出问题。等她工作时，我就抽空练习做菜，并按她提出来的问题加以改正。今天她用过了午餐，居然没有指出问题，还夸我改正过后那些饭菜更加好吃了。一提到做菜的事，战远就是滔滔不绝，说个不停。欧阳雅对他厨艺的认可让他很开心，比普通人中了500万大奖还要高兴。他觉得欧阳雅嘴刁精吃，会挑出毛病来，他才能改正，厨艺才能更上一层楼。唐君业很有耐心地听着战远说完，哪怕他反复再说个不停，唐君业也很有耐心。好不容易等战远说完了，唐君业问他，欧阳雅好相处吗？除了嘴刁之外，唐君业对欧阳雅这个未来小儿媳妇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我觉得还行吧，就是很多时候挺严肃的。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严肃点是很正常的，就像我大哥一样。我大哥在外人面前不也很严肃？以前在我们面前都严肃的吓死人。有了我大嫂后，我大哥的脾气改了很多，现在虽然也严肃，至少会有温和的一面。战远说，我反正习惯了严肃的人。欧阳雅严肃一点没事，她坐在那个位置上其实压力也很大，还有她家里的长辈对于接班人必须是儿子这一点过于执着。若是他没有弟弟，他这么累还是值得的，以后要将公司交到他弟弟手里，我就有点心疼他这么累了。不过看他也乐在其中，他也会为自己打算。每个家族接班人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自己的私人生意的，都会投资自己的个人公司，就算将来脱离了家族企业，也不至于一无所有。唐君业听着就对小儿媳妇生出了一点心疼，他说道，他怎么不投胎到我们家？我们家女儿那是心肝宝贝，只会重女轻男，不会亏待她的。战远默了默后说道，妈，她要是投胎在我们家，你哪来的小儿媳妇？妈心疼她，等她以后过门了，好好的疼她便是，把她当成亲生女儿来疼爱，像对我大嫂那样。在战远看来，父母对大嫂这个儿媳妇那是若女儿一般的，哪怕父母和嫂子来往的也少，更不会住在一起，逢年过节兄嫂回到老宅陪陪长辈，大家相处都很融洽，没有闹过婆媳矛盾。战远觉得父母做公婆的做得很好，他们从来不干涉儿子儿媳妇的生活，也不会在儿子面前说儿媳妇的坏话，更是时刻保持着距离。距离产生美吗？这样挺好的。唐君业说道，妈这一辈子就你兄弟2个，女儿没有指望，孙女能不能有也是未知数，只会有2个儿媳妇，只能将儿媳妇当成女儿来养着了。只要欧阳雅像你大嫂那样，妈不会亏待她的，对她和你大嫂那是一视同仁。
现在唐君业对海童这个儿媳妇是挺满意的了，婆媳俩相处的不算很亲热，但绝对亲近。海童虽说出身差一点，但他很努力的学习，比刚嫁入战家时好了很多。唐君业还时不时指点一下海童，眼看着海童越来越出色，唐君业便有一种教了徒弟的成就感。妈相信我奶奶的眼光，我奶奶不会坑我们的，我们都是奶奶的亲孙子。战远从来没有否定过奶奶的眼光，他相信只要奶奶看好的人，绝对是优秀的，适合他的，不适合他，奶奶都不会安排给他。他不像四哥，战远有一种预感，四哥没有按照奶奶给他铺好的路线走，四哥的婚姻怕是不会很顺利的。唐君业想到婆婆的厉害，笑道：也是，妈相信你奶奶的眼光，那你在那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过年真的不能回来了吗？欧阳雅刚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说她能找到人替代我给她准备每天的3餐，我就回家过年，要是她找不到人临时代替我的话，为了她的每天3餐，我会留在欧阳家过年。妈，对不起。战远知道自己不回家过年，父母会很失望的。唐君业理解地道：妈能理解的，你不回来过年的话，等年初2回了娘家，我和你爸就坐飞机去 X 省的 A 市看你，你到时候和欧阳雅说一声，说我们过去旅游的，顺便看看你工作是否顺利。战远恩着，那爸妈过来时要多备2件厚外套，这边的冬天好冷，跟我们管城比不了，管城的冬天对于他们来说太舒服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欧阳雅并不知道我是战家的6少爷，他调查过我2次，都没有查到我其实是战氏集团的6少爷，只查到我名下的酒店、餐馆及一些公司。唐君业本能地说了句：这么说，他的能力也就那样。不是，他能力很强，距离太远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肯定是我大哥搞的鬼。战远又不笨，一猜就猜到了。他说到大哥帮我捂了一下，让欧阳雅查了2次都没有查得太清楚。唐君业，那到时候我们过去看你，要不要帮你瞒着？战远想都不想就拒绝了。他答道：不用瞒着，但也不用刻意曝光，他要是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也没事，早晚他都会知道的。那好吧。对了，妈说有贵客来我们家。唐君业嗯了一声，将老神医等人过来的事告诉了小儿子。战远听得一脸的遗憾，可惜了，我跟着大小姐出差在外，赶不回去。妈在那几位老前辈面前帮我美言几句，帮我留个好印象给他们。唐君业笑道：我的儿子都优秀，他们清楚的，他们跟你爷爷奶奶都认识，虽说交情不过尔尔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因为你兄嫂和君家那边来往密切，从而与老神医也算熟识，他们就肯赏脸来我们家住上2天，跟你奶奶聊着过去的历史，又聊儿孙，你奶奶有你们9个孙子，他们不知道多羡慕呢。几位老前辈虽说牛逼，但在唐君业看来，他们还是几个老光棍，都没有娶妻生子，就是收了徒弟，那也是他们年纪很大了才开始收的徒弟。像那个银狐老前辈，他的徒弟都可以当他的孙辈了。银狐的那个叫蒙宝的女徒弟，有点扮猪吃老虎。唐君业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，哪怕蒙宝表现得很普通，精明人还是能看出他在极力隐藏着他的真本事。看老太太对蒙宝的喜爱，还有意无意安排蒙宝和老四接触，唐君业觉得婆婆的媒人瘾又犯了。老四都明说了，不用老太太再管他的私人感情，老太太不死心呀。不过蒙宝也不错，虽不知道他的原生家庭如何，但他有银狐老前辈这个师傅，还有那么多很牛逼哄哄的师兄姐们。老四若是娶了蒙宝，倒也门当户对。管家这个时候进来，走到唐君业的身后，恭敬地道：大太太，商太太过来了。
电话那边的战远听到了管家说的话，便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你先忙，改天我有空了再打电话给妈。妈和我爸也要注意身体。”知道了，我和你爸好好的，倒是你出门在外又是一个人，更要注意点。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回来，距离再远，只要你一通电话，我们都可以过去。战远笑着应了，结束了和母亲的通话。唐君业放下了手机，快请商太太进来，老夫人他们在哪里？唐君业随口问了句。老夫人他们又在山脚下烧烤喝酒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经常吃烧烤喝酒。唐君业叹了口气，拿婆婆没办法，吩咐管家去提醒一下老夫人和几位老先生们，别吃太多烧烤，也别喝太多酒。要是老夫人不听，就打电话给阿印，能管一管老太太的只有阿印了。管家说道。老夫人说，几位老前辈很快就要回去了，这一次一别之后，怕是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，要好好的搓一顿，喝个痛快。婆婆也一把年纪了，几位老前辈年纪比婆婆还大，他们早就归隐了几十年的，这一次若不是为了江城凤家的事，他们都不会露面。一别之后，的确是再也没有机会再见了。人老了之后，跟同龄人见面，真的是见一次少一次。那就由着他们吧，也就今天还能这般放肆的了。明天那几位老前辈就要离开管城，老神医飞往君家的风尘山庄，要在徒弟家里过年。钟伯则是留在商家养老，银狐等人要回到他们的地盘去。离家几天时间，他们觉得外面再好，都不如他们的家里好，还是回去吧。临近过年了，他们的徒弟们也会从各地赶回来，他们没有老太太那么好命，儿孙满堂的，不过他们徒子徒孙多，全都回来也是热热闹闹的，比游游山庄更热闹呢。唐君业起身往屋外走去，商太太来了，她要迎上一迎。唐君业刚走到屋门口，就看到商太太从车上下来。阿迎。唐君业亲热地叫着商太太的闺名，两个人过去交集是少，不过都知道对方，还暗中斗过无数次法呢。谁叫战家和商家是死对头呢？后来因为海童的关系，两家关系缓和了，虽说在生意上还会有争斗，但不会影响亲戚间的来往。只要离开了公司，大家都不谈生意，不谈公事，便能和平相处。君业，商太太也是满脸笑容，哪怕商太太心里忧虑着江城那边的变化，在亲家面前她都没有流露出半点。就你一个人在屋里？商太太笑问。可不是，我妈他们都在山脚下烧烤喝酒，估计也在钓鱼吧。几位老前辈就要走了，他们就抓紧时间放肆一天。听说老前辈们的徒弟管他们也管得严，不许他们喝太多的酒，乱吃东西的。我们家老太太呀，只有阿印能管上一管，我们要是说老太太几句，她能对得我们话都说不出来。商太太亲切地挽着唐君业的手臂，两位贵太太一起进屋里去。听着唐君业的吐槽，商太太笑道：老小孩，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的。阿印这2天没有回来，回是回了，早出晚归的，我都没有见着他的人影，还是问了管家才知道他回来过。彤彤都说他睡着了，他才回来。他醒来时，他已经回公司。商太太便知道战印是采取忙碌来避着海童，免得海童知道了江城的变化，紧张担心。他跟战印说，能瞒一时就瞒一时，现在海陵还是安全的。洋洋要去风尘山庄，就让海童陪着小家伙飞一趟风尘山庄吧，说不定等姨甥俩回来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钟伯手里的那点证据放在哪里？他已经告诉了银狐和商太太。银狐打电话给飞鹰，这是他老人家最得意的徒弟，武帝堂的接班人。
让飞鹰亲自去拿证据，再亲自送过来，保证证据不会落入凤家主手里。商太太也安排了小儿子飞过去和飞鹰会合。两位太太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商太太问了句：“洋洋也和老太太在一起？”“洋洋现在就是老太太大腿上的挂件，老太太走到哪里都带着她。彤彤今天也回公司了，说要处理一点重要的事情，安排好一切了，明天就带着洋洋跟着老神医他们一起去风尘山庄。”说到这里，唐君业忽然四处张望一下，然后小声问着商太太：“阿莹，是不是江城那边出了什么事？”商太太神色不变：“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江城出什么事？没有看到上新闻热搜呢？”商太太还想装糊涂，唐君业瞪着她说道：“阿莹，你哄哄彤彤这些年轻人还可以，在我面前你就别瞒着了。我虽然没有你这么厉害，好歹也管着战家的后宅，人脉也有点的，该知道的想知道的我都能知道。虽说我没有刻意去打听，但看阿印早出晚归，连彤彤都见不到他的人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阿印对彤彤的感情有多深，我都知道。他对老婆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，同住一屋檐下，他怎么能忍着不见？能做到的就是他心虚，有事瞒着彤彤，怕彤彤会发现，所以他才会刻意的早出晚归，避免与清醒的彤彤见面。自从阿印瞒着身份和彤彤领证结婚曝光后，夫妻俩就说过相互信任对方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对方。现在阿印瞒着彤彤，我想除了海玲的事，没有其他事能让他刻意瞒着的了。这就是唐君业问商太太是不是江城那边出事了的原因。海玲就在江城，江城凤家又是海玲母系娘家，与现任的凤家主有灭门之仇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犯了法，早晚都会落入法网，受到法律的惩罚。凤家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蛮横的解决对手，但是凤家主蛮横惯的了，明着不行，就会来暗的不将对手除掉。他怕是吃不下睡不着。商太太不愧是战家的当家太太，什么都瞒不住你。海童还得跟你好好学学。唐君业维护着儿媳妇，他说道：“彤彤很聪明，她现在是怀孕了，精力不如前，又要照顾洋洋，加上最近大家都很忙，他与海玲的联系也没有断过，所以没有想到。”默了默后，唐君业补充一句：“一孕傻3年，我们也经历过的。彤彤比我们那会儿还是聪明很多的，她学东西也快，现在怀着身孕，我舍不得她劳累，暂时也不用她学什么。她打理好她的公司便是，等到孩子出生了，她的身体恢复过来，再让她一点点接手我们女人家的家族事业。战家的男人是围绕着战氏集团，战家的女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商业帝国，虽说无法和战氏集团相比较，却也不容小觑。”商太太听得出来，唐君业是真心护短。她这个当大姨的，也不是说外甥女如何，只是说外甥女还年轻，没有唐君业这般老辣。唐君业都不爱听，马上就替海童说话了。有这么护短又算明事理的婆婆，商太太替自己外甥女感到高兴，不像她当初嫁入商家时，婆婆不喜欢她，不满意她处处挑刺，鸡蛋里都能挑出石头来，那日子是相当难过的。若不是丈夫对她极好，公公也明事理站在她这一边，她还能在商氏集团大展拳脚。加上婚后不久就怀孕了，她可能真的无法从媳妇熬成婆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商太太都怀疑丈夫当初是急吼吼的想让孩子拴住她，怕她受不了婆婆的挑刺离婚。好在后来婆婆也接纳她了，她算是在婆家熬出头。如今在商氏家族里，她凤莹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。
家族里的人就是年纪大的族长，对他都礼让3分，平辈和小辈对他则是恭敬有加。商太太的日子那是先苦后甜，海童就比他幸运多了。唐君业一开始也不喜欢海童，无法接受自己最优秀的长子娶了个无父无母，又是农村出来的老婆。但他再不喜欢海童，都没有在海童面前说过难听的话，更没有挑拔离间，而是住在老宅里，远远地看着儿子儿媳妇，保持着距离，没有一起生活，就不会闹矛盾，至少能维持着表面的融洽，不会被外面的人笑话。记得那时候还有些太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在唐君业面前说海童如何如何，可把唐君业气坏了，不顾自己是战家当家太太的身份，亲自撕逼，让上流社会的太太们都看明白了。甭管唐君业对长媳满不满意，那都是他的长媳，她当婆婆的都没有说过儿媳妇一句坏话，别人有什么资格说她儿媳妇？说海童不好的那些太太们，他们的儿媳妇又有多好？他们自己家里就能够天下太平了，一个个家里都闹哄哄的大矛盾，小矛盾不断，自己家事都处理不好呢，还伸手那么长，敢去管战家的大少奶奶，那不是存心找骂的吗？从唐君业撕过那些多嘴的太太后，海童在管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，那是螃蟹横着走。大家私底下都说，看不惯海童或者嫉妒海童的，可以远离海童，不跟他来往便是，但千万别得罪海童，别骂海童，免得引来战家那一家子护短的上阵大战。战家人多，姻亲也多，招惹战家一家子上阵大战，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抗得住的。君业，彤彤有你这样的婆婆，是她的幸运，我身为她的娘家长辈也很放心了。唐君业说道，主要是彤彤是一只潜力股，我也相信老太太的眼光。我们家老太太呀，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用我说，你们都清楚的。能被她看中的人，我觉得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了解海童，再给海童一点时间去成长，变强大，她会完成蜕变，成为战家下一任合格的当家太太的。商太太笑，那是海童身上还有我凤家的血，我凤家的女儿向来不弱，海玲在江城那边也好，暂时是安全的，我明天就带着钟伯过去一趟。唐君业关心地问，是要摊牌了吗？商太太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总要解决的，他害死了我爸妈，还有我爷爷他们，我小姨也是他害死的，他该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现在我们不一定非要抢回凤家，但一定会让凤月付出代价，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总之，他和钟伯还有几位老前辈飞往江城后，便是凤月身败名裂之时，他会召集媒体记者跟着过去，曝光凤月的狼心狗肺，养大他的亲姐姐他都能害死，凤月就该死。几位老前辈不是说明天就走吗？商太太说道，他们是明天走，除了老神医会留在风尘山庄，其他几个人会拐到飞江城，就是做个假象给大家看看，以为他们都离开了。唐君业哦了一声，随即又关心地问，有胜算吗？邪不胜正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唐君业说道，我娘家侄儿们也能帮上忙，他的娘家在管城很低调，但不代表他娘家人没能力，他的侄儿个个亦是人中龙凤。唐家的资产虽然没有战家的1000亿，不过近100亿是有的，妥妥的豪门。商太太说道，战印一直在帮忙，还有你们家的老三还在江城那边，能帮到不少忙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唐君业还是有点担心，他叮嘱着商太太，你们可得保护好海玲呀，千万别让海玲出什么事，就是受点伤都能影响阿印和彤彤的感情的。深知儿媳妇和海玲的感情，儿子现在又瞒着海童，
万一海玲出点什么事，唐君业就担心小夫妻俩又会闹矛盾，儿子会被赶去睡书房。那样对儿子来说，比打他骂他让他还要难受。海玲是我外甥女，我比你更在乎她的安危，我们会尽全力保护她的，尽量我们所有人都不受伤。你今天过来，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吧？唐君业问道。商太太是想让他心里有个底，我们两家算是姻亲关系了，都疼爱着海童，想大家都好好的。有些事现在不适合和海童说，就跟你说说，你心里有个底，毕竟你是战家的当家太太。唐君业点头，我会帮着瞒住彤彤的，希望海玲不要有事。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我听海童说那个女孩子还挺不错的。唐君业忽然提到了凤晴，我那个小表妹啊，是挺不错的，没有在心狠手辣的母亲身边成长，三观算正常，就是不知道到最后，她是后天战胜基因，还是基因战胜后天养成的三观了。凤晴始终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身体里流着凤家主的血，继承的也是凤家主和郑华的基因，谁知道最后会怎么样？不过凤晴救了海玲一命，她冒着背叛母亲的风险，也通知了海玲，将凤家主的计划告诉了海玲，才让他们提前进入紧张状态，时刻都防着凤家主的毒手。商太太在心里叹口气，她是没想到会发展的这么快的，想着让海玲在江城发展，站稳了脚跟，再与凤氏抗衡，一步步的解决凤家主，重新拿回本该属于他们这一支继承的一切。他倒是没有干过什么违法的事，我觉得是老天爷给凤家主最大的好处了，就是给他留了一个好女儿。不管凤家主做过什么事，凤晴都是无辜的。上任家主的惨剧发生时，凤月还未婚，未婚自然没有孩子，所以凤晴不知情，更不可能参与，实属无辜之人，却因为是凤月之女，被迫牵扯进来。两位当家太太聊了好一会儿，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，两个人很有默契地聊到了女的身上。当妈的，尤其是儿女们都年近30的，他们很容易就聊到儿女的婚姻大事上去。商太太现在忧心着小儿子的人生大事，她向唐君业抱怨，我们家老二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给他安排相亲，他说没兴趣，不想见面，就算见了面也没有下文，让他自己去谈恋爱。他又说没有遇到喜欢的女孩子，不知道和谁谈恋爱。以前满世界跑，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他的人影，现在虽说在公司里帮着他哥打理一下了，那颗心啊，都不知道飘到哪个国度去。说也说不到他左边耳入，右边耳出，还总是笑眯眯的，笑得我都没有脾气了。眼看都30岁的人了，还单着，我可愁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就是到了40岁，他都还是单着的。唐君业陪着笑，可能是缘分未到吧。他妯娌几个不用操心儿子们的婚事，凡事都由老太太操心，乐得轻松。战印兄弟几个只要到了适婚年龄的，老太太都会着手安排他们的婚事。老太太比他们当妈的着急呢。老太太眼光也好，挑的人都不错，无论是家世还是能力，都适合战家的儿郎们。每次听到同龄朋友们抱怨家里的儿子不结婚，或者抱怨儿媳妇不好时，唐君业妯娌几个都不敢吭声，怕他们吭声了会招来一堆的嫉妒。姻缘这事还得讲究缘分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相见不相识。你看阿印和彤彤以前见都没有见过面，因为有缘，他们俩就是闪婚也有个好结果。谁会想到阿印这种脾性的人会闪婚？还有苏腾，他可是让他父母操碎了心，他还有病呢，能让他变成真正男人的女人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，因为缘分。人海茫茫中，
他都能遇到他的命中天女。唐君业安慰着商太太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操心，顺其自然，等着他的缘分来了，自会给你带个儿媳妇回来。你都当奶奶了，也不是急着抱孙。小飞又有了好归宿，放平心态吧。我们家老六现在都还不知道后面怎么样呢，我就不操心他自己的婚姻，他自己看着办。反正以后过日子的人是他。唐君业一副随缘的样子，我是不操心他们的。商太太说了句，你们妯娌几个都不用操心，老太太给他们挑的媳妇人选个个都不错，我得找老太太帮我家老二也挑一个。这个倒是。唐君业笑道，我们妯娌几个命好，嫁入战家就是享福的，只有怀胎10月辛苦一点，孩子出生后都不用我们管了。我公婆把孩子们培养得很好。君业，你别再说了，再说我都要嫉妒到发疯。唐君业又是笑，你们家老六听说跑到 X 省的 A 市去了，说是应聘厨师，他自己都当老板了，还跑那么远当厨师，图什么？商太太好奇地问道。唐君业笑道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家老六也有对象了，还是老太太给他挑好的，就是 X 省 A 是欧阳家的大小姐，老太太的眼光自是极好的，可惜就是距离太远了，也不知道人家的宝贝女儿舍不舍得嫁这么远，还是让我家老六去那边生活。老六要是去了那边生活，我就等于少生一个儿子。说到这里，唐君业也愁了，当妈的是舍不得儿女离自己太远的。当初你舍不得小飞远嫁，君家所在的 A 市跟咱们管城还是同一个省的呢，虽说车程也远，好歹没有出省，很多生活习惯是一样的。我家老六的对象距离管城2000多公里呢，太远了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不说别的，就是他们那边的冬天都冷死人，也不知道我家老六习不习惯。哎，我舍不得儿子远离我去那边定居，人家疼爱着长大的女儿，也是舍不得远嫁到咱们管城来的，将心比心吗？商太太不好接话，当初她反对君然和小飞在一起，就是嫌君然太远了，舍不得女儿远嫁。哪怕君然在管城有房子，还特意买了商家隔壁的那栋别墅，她还是犹犹豫豫的。直到君然的父母兄嫂都过来，人家表态了，君然上门都是可以的。商太太欣赏君然，也知道君家的家风极好，女儿的脾性很多豪门婆婆都是容忍不了的，嫁君然就不用担心婆媳矛盾。况且君然长期留在管城这边，打理君家在管城的生意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去。商小飞嫁他，婚后基本上也是在管城生活，过年过节跟君然回婆家陪陪长辈。商太太想了又想后，最终同意了2个人的婚事，不用君然上门，商小飞出嫁。反正君然在的房子就在商家隔壁，用小飞的话说，他想回娘家吃饭，在菜下锅时他过来了，菜都还没有炒熟呢，母亲只在围墙边上叫一声，他都能听见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顺其自然吧。商太太看看时间，问着唐君业，君业，我们也到山下去吃点东西，喝上2杯。行呀。唐君业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又拿起手机打电话给他的几个妯娌，大家一起下山，加入了老太太的烧烤大队。春暖花开，一辆车停在了花店门口，正在修剪着大盘的盘栽花的云初，抬头望向那辆车，好像是宁思琪的。他重见光明后，宁思琪回来开走了车子。云初记得宁思琪的车牌号码，宁思琪的是一辆宝马7系，他18岁成年的生日礼物。记得他当时拿到车钥匙后，还特意去大姐面前炫耀了，说宁云初一辈子都无法拥有属于他自己的车子，也不能开车，因为宁云初是个瞎子。当时
宁思琪炫耀后那放肆的笑声，想起来云初都觉得那笑声犹在耳边回荡。现在宁云初拥有自己的车子，还同时拥有好几辆豪车呢。就是他还不会开车，这是事实。他考虑过要去考驾照的，腾不出时间来，既要忙着公事，还要开始筹备他和战逸晨的婚礼。过年后，他计划重新复习高中的知识，9月份重新入学复读高3，然后考大学。他还年轻，重新学习来得及。10年前，他读着高中时，突然被害的失去了光明。他母亲巴不得他死，继父奸亲大伯就是表面对他不错，其实都是口头上的关心，并无实质性的关心。母亲不让他再上学，更不会送他去特殊的学校继续深造，他的学历便止步于高中，还是未毕业。重见光明后，他能看得见了，也亲自打理公司时，发现很多合同都是英文的，他看不懂，还得让莫大哥帮他翻译成中文才能看懂合同，这让宁云初很受打击。老神医这一次过来，帮宁云初看过了眼睛，说他这一疗程的药用完后，就不用再用药，不过还要注意保护眼睛，不要用眼过度，花上半年时间让眼睛恢复得更好一点。想来也够的了，他便计划明年9月份重新复读高3，后年6月参加高考。反正他这几年还不能生娃，先把学历提上去再说。战逸晨的学历很高，懂得几个国家的语言，牛逼得很，他可不能拖他后腿，要努力缩短夫妻俩在学历上的距离，免得别人说他配不起战逸晨。宁思琪从车上下来，他戴着墨镜，披着一头波浪长发，下车时特意换上了高跟鞋，还不忘挽住他的名包，当然是他还是宁家二小姐时买的包包。现在的他在别人的眼里是没有那么多钱消费奢侈品的了。云初看着宁思琪走过来，总觉得这个人不太像宁思琪，走路的姿势不一样。宁思琪在他面前特别的高傲，看不起人，所以宁思琪走路时喜欢高抬下巴，好像眼睛长在头顶上似的。都是战家二少奶奶了，宁大小姐还亲自修剪花枝呀，也是做惯了吧，就算飞上枝头了，也适应不了凤凰的生活。这就是所谓的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吧。宁思琪走到宁云初的面前，语出讽刺。宁云初站直了身子，盯着宁思琪看了片刻，淡冷地问着：你来做什么？我没钱花了，你给我一点钱，我的车也快没有油了，你不给我钱，我都没有钱加油。宁天磊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根本不够用。